在波兰和英国经常可以看到抱着炸弹的棕熊雕像，这看起来呢像是动漫中才会出现的一幕，却真实发生在了二战期间。这头棕熊呢，不仅和波兰士兵生活在一起，还和普通士兵一样有军衔，是战场上不可多得的运输主力。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大兵就来和各位聊一聊波兰战熊福伊泰克。关于这只大熊的故事啊，还要从1942年说起。那时候二战的炮火已经蔓延整个欧洲了，在伊朗北部，一个小男孩在鄂尔波尔市山脚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熊，并将它卖给了当时驻扎在此地的波兰军队。当时呢，这支波兰部队的生活也并不好过，在自家领土被苏德瓜分之后呢，这支部队就被苏联俘虏，后来几经辗转被调往了中东地区。波兰士兵见小男孩实在是太可怜，就用一些食物换来了这只小熊，但是如何处理它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但士兵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只小熊呢，不仅一点都不怕他们，反而还适应了军营生活，甚至还学会了按时洗澡。而小熊的到来也成了士兵们生活的调味剂，士兵们将其取名为福伊泰克，波兰语含义为享受战争者或者面带微笑的战士。然而动物的习性决定了它会模仿身边的人，但是福伊泰克的身边都是士兵，于是在部队长大的小熊也学会了很多士兵身上类似的习惯。其中最搞笑的是，他居然学会了抽烟和喝酒。当然呢，这里的抽烟呢，其实是直接把烟吃掉。根据一位波兰老兵回忆，福伊泰克的烟瘾特别大，经常大口大口地将其吞下，然后再吐出来。如果你不给他喝酒，那福伊泰克就用爪子捂住眼睛和你生闷气。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福伊泰克的体型也在一天天增大。一开始小的时候呢还好藏，但是一长大就藏不住了。这件事儿很快就被部队的连长知道了。士兵们本以为会被连长赶走的小熊，却意外地得到了连长的首肯，决定把这只小熊留在部队里。得到了连长的认可之后呢，这只小熊的存在就成了军营里心照不宣的秘密。但是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随着战争的推进，这支波兰军队也开始不停地转换阵地，福伊泰克也一直都跟着他们。在1944年4月14号，福伊泰克所在部队有了新任务，被派往了意大利前线作战。然而在上船的时候却遇到了意外，当时负责港口的英国指挥官以不允许野生动物上船为理由，死活不愿意让福伊泰克登船，表示只有正式军人才能登船。士兵们这一下子就急了，这可是陪伴了他们许久的伙伴，怎么可能将他自己留下？为了保住自己的伙伴，波兰连长立即向开罗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请示，让福伊泰克获得了正式2等兵头衔，并且还给他安排了服役的号码和基本工资。或许是被这份情谊打动了，英国指挥官很快就答应了这件事儿，让福伊泰克和战友们一起登上前往那不勒斯的船。转眼间，曾经的熊宝宝已经长成了高达 1.82 米、重220公斤的成年大棕熊。为了更好地利用它的力气，士兵们教会了福伊泰克如何搬运笨重的迫击炮弹。随着激烈的卡西诺战役爆发，移防到意大利南部的波兰部队自然也被投入到了战场。从5月中旬起，顶替了已经精疲力尽而且伤亡惨重的英国第78步兵师。福伊泰克由于力气大，负责协助搬运各种重要补给，尤其是炮弹和子弹等军火物资。他一次能够搬运几箱炮弹，成为了战场上的一名运输兵。而这段经历中呢，最让人觉得惊奇的是，福伊泰克居然完全不害怕战场上的炮火声，一直很贴心谨慎地托运或者搬运军火。即便是走在地形恶劣崎岖的卡西诺山上，福伊泰克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衰落军火物资这种可怕的意外。而这件事也让指挥总部特别感到欣慰和嘉许，特准第22炮运连更改正式徽章为一只抱着炮弹的熊，并且更名为第22运输连。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让一头棕熊来搬运弹药确实很吓人。根据一份资料显示，当时的一个英国士兵回忆起发生在1944年春天残酷的蒙特卡罗卡西诺战役中，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突然看到一只巨大的棕熊，怀里抱着一颗沉甸甸的迫击炮弹，淡定地从他身边走过。这景象呢，把他吓了个半死，生怕这只棕熊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给炸了。但很快，战场上的所有士兵都习惯了这位特殊的战友。他一头熊的运输速度可以和那些运输战马相当。在这场最激烈的战役中，福伊泰克扛着炮弹来到了许多士兵们难以上去的地方，
给前线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而这场战争中，士兵们每天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扛着炮弹和补给的伏伊泰克来到他们的阵地。到了1945年，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第22运输连被调往苏格兰博维克郡的哈顿村驻扎。毫无例外的，伏伊泰克马上获得了博维克郡当地居民和媒体的宠爱。谁会拒绝接纳一支身世凄苦但是却勇敢贴心的英雄呢？为此，波兰的苏格兰文化协会甚至还专门为伏伊泰克颁发了荣誉会员资格，以示对他的喜爱和崇敬。在战争结束后，随着波兰部队的解编，伏伊泰克也光荣退伍了。他被送往爱丁堡动物园度过了余生。在进入爱丁堡动物园后，伏伊泰克很快就成为了该园的明星，很多人都听说他的事迹，后来到这里看望他。但是伏伊泰克呢，也是一副来者不拒的模样，没有丝毫的胆怯，有时还向游客要东西。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2战老兵都会带着啤酒回来看望这位老朋友。伏伊泰克能听懂波兰语，还会主动向他们讨要香烟。有时心血来潮，老兵们还会翻越栏杆和伏伊泰克一起玩摔跤。虽然伏伊泰克的力气很大，但每次摔跤也都是点到为止，这也不得不让大兵感慨，这真是一段深刻的友情啊。最后，伏伊泰克于1963年12月过世，享年22岁。对于一只棕熊而言，这已经算是高寿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只传奇的棕熊，不光是有关当局计划在爱丁堡建立一座伏伊泰克的纪念碑，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加拿大渥太华的加拿大战争博物馆以及席阔斯基博物馆也要筹建伏伊泰克的雕像。当查尔斯王子带着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前往帝国战争博物馆参观时，特别强调不必特地的再解说伏伊泰克传奇的一生。王子殿下表示，他们父子3人对于伏伊泰克的喜爱和熟知了然于胸，直到今天，他依然是波兰人们和苏格兰人们的骄傲，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伏伊泰克这只运输熊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